果你想要買小米 Ultra 手機，但是你又不想花这樣多錢的話，那你真的要看一下這一台小米17T Pro。我願稱它為有旗艦體驗，價錢沒有到 Ultra， 可是很適合日常拍照的徠卡旗艦機。很多人現在買手機都是看一個東西，就是這台手機拍照美不美。尤其現在越來越多人會拿手機拍演唱會啊、日常 street photography 啊、旅行啊、cafe 啊，甚至是 daily vlog。而這一台小米17T Pro，它的重點是非常明顯的，它是一台很強調攝影體驗的手機。尤其那個5倍長焦徠卡味更加重了，不要再被騙以為只有 Ultra 能拍了 ，T 系列也是 OK 的。所以今天我們也是直截了當，拍照中。很多手機都一直在講100倍 zoom、AI zoom、Space zoom 這種東西，但問題是很多只是放大，不是真的拍得到。一 zoom 進去，細節直接是拜拜的。那17T Pro 這個5倍長焦其實還蠻 OK 的，尤其是白天你 zoom 進去人臉 texture 啊、衣服 texture 啊、背景層次啊都不會直接糊掉。然後我又帶去 Live House 拍照了，我覺得小米17T Pro 厲害的地方不是能 zoom 多遠，而是燈光。這時燈一亂highlight 很容易就直接糊掉、爆掉的。但是小米17T Pro 它這次的控制其實比我預期的好很多，現場感啊、燈光層次會比較像一台接近 Ultra 拍出來的東西。然後我另外一個覺得它很適合的是 Street Photography， 因為5倍長焦最大的好處不是拍遠，而是你可以離 subject 很遠，所以 candid 會很自然，你不會需要很靠近人，所以很多 moment 會更真實。這其實就很像很多攝影師會用的拍法咯。然後 Leica Color 這次我覺得蠻明顯的，尤其是晚上非常有味道，像 cafe 啊、街燈啊這種下雨天之後的馬路場景，那個 light、那個 contrast 還有整個氛圍感其實都很好的。尤其食物，有些手機拍食物會太鮮豔到很假，但是17T Pro 這個徠卡調色會比較像是眼睛看到的樣子，顏色沒有亂跑，食物texture 也比較自然，所以我還是蠻喜歡用它拍食物上 IG Story 的。然後我剛剛拿去拍了一下，我發現它的 Portrait 其實也是蠻有優勢，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焦段。比如說你可以看它現在一倍就是23，然後到35、75mm， 然後到115mm， 所以不同鏡頭拍人像的時候，那感覺會差很多尤其是75mm 跟115mm， 它就會更加像真正相機的那種 compression 景深感，背景就會被壓到好看，人也會比較突出。然後我覺得細節邊緣也是做到不錯，像頭髮啊、包包這種細節它肯定不會太假，背景 blur 也不會 blur 到很 AI， 至少目前看起來算是自然的。Ultra Wide 我觉得是屬於穩定發揮，中規中矩啦。拍建築啊、咖啡店啊、旅行的時候有好過沒有咯。尤其它那個調色也是做到算不錯，它不會一開了整個顏色走掉。其實很多這個價位的手機蠻常會發生這種的。然後 video 我覺得提升也是蠻明顯的尤其是 stabilization， 邊走邊拍的時候畫面不會太晃，拿來 daily vlog 其實還 OK。它這次還多了一個新東西叫做 Movie Mode， 而且這個 Movie Mode 不只是限於主攝，它在長焦的情況下它也可以用。看到嗎？5倍也可以拍出來的感覺呢比較 cinematic 有沒有？所以如果你平時喜歡拍 reels、travel vlog、咖啡店 cinematic shot， 其實蠻好玩，因為它電影感就比較強，因為它有這個景深的嘛。這個功能也是新的，徠卡 Live 2小米17T系列也是有啦，幫你抓住每一個 moment 呢。比如風吹一下、回眸一下、突然笑起來，它都能夠抓到。現在我們已經逛了一圈回來，這周給大家講一下它的配置。雖然小米17T Pro 是主打攝影，但是其實它的 battery 一點都不弱，7000毫安。所以你是真的可以從早拍到晚，拍 cafe、拍 vlog、拍酒吧、拍街邊都不會有電量焦慮，也不用一直帶着 power bank。如果真的沒有電量，還有100瓦快充、50瓦無線充，是真的一下子就回電了。而且整體來看它的配置也算是蠻旗艦的，尤其是它的處理器，它用的是 Dimensity 9500。平時滑東西、開 app、拍 video、剪片都是很順的，加上 Ice Loop Cooling System， 它長時間用不會很熱。Screen 也是比較誇張大的啦，6.83寸大屏咯，144Hz， 還有3500尼的峰值亮度，太陽底下不會看不到，144Hz滑起來也是真的順。再加上還有行業第一個 TUV Rylan 的護眼認證，低藍光，沒有頻閃，生理光暗調節，智能護眼，晚上滑手機你眼睛是舒服的。所以如果最近你想要找一台拍照有徠卡 feel， 長焦夠實用，拍 video 拍 concert 都夠用的話，那其實這一台小米17T Pro 你真的可以考慮一下。再加上很頂的 Dimensity 9500， 144Hz 的 screen， 大電池，超級快充，其實它整體的體驗都已經很接近 flagship 給我的感覺所以如果你平時很喜歡記錄生活的話，那這一台我覺得你應該會玩到很過癮。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我們下次再見。記得訂閱、點讚、分享或者留言告訴我有什麼東西的話，我都可以跟你們一起討論。下次再見，拜拜。